明嘉靖29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击碎了大明王朝仅存的颜面。来势汹汹的蒙古铁骑直逼京师。此时，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将站在内阁首辅的对面，挽救危局。天佑大明！时间回到嘉靖19年，皇太子出阁，徐阶终于回京，担任东宫显马兼翰林院侍读。当时的东宫云集了全天下的青年才俊，这些人有着一致的目标，将储君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接班人。在日常的交往中，徐阶慢慢发现，这些同事的主意、心中的理想和自己是如此的相像，因为这些人大多都有同一个标签——阳明心学传人。徐阶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资源，来自同学的圈子。这个圈子和那些全部由利益勾结的庞然大物不同，他们很纯粹，充满着史诗感的理想主义。虽然现在这些人官职低微，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这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。徐阶很快成为了这些人的领袖。嘉靖21年，由于在东宫的卓越才能，徐阶升任国子监祭酒。不得不感慨，当年嘉靖皇帝可是在这里的柱子上刻下了8个大字：徐阶小人，永不叙用。而现在徐阶竟然是这个单位的1把手。在国子监，他遇到了一个人，是他生命中的白月光，一生的痛。此人名叫杨继盛。嘉靖22年，徐阶升任礼部右侍郎，第一次进入了实实在在的权力部门。他的顶头上司正是他日后最重要的敌人严嵩。然而此刻杨阁老根本不会在意这个小小的侍郎，因为他刚刚将夏言赶回了家里，权势滔天。礼部是个好地方，嘉靖常年修道寻仙，经常让大臣撰写青词。徐阶抓住了机会，送上去的青词十分切合圣意。他第一次走进了皇帝的视线中。嘉靖24年正月，徐阶改任吏部右侍郎，离开了礼部，来到了另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部门。这里有着大明王朝的人事任免权，同时吏部尚书熊嘉是王守仁的好友，十分欣赏认真工作的徐阶。年底，夏言已官复原职，徐阶也得以升任吏部左侍郎。43岁的徐阶终于在中央扎稳了脚跟。但正所谓天上浮云似白衣，思绪改变如苍狗，人生总是充满着各种变数，可能顷刻间所有的努力又将付之东流。嘉靖27年，夏言死了，死在了严嵩的圈套中。想具体了解前因后果的朋友，可以移步我之前的视频。当夏言被关押时，几乎所有有良心的官员都在为营救他而努力着。夏言曾经多次向皇帝推荐徐阶，可他却一言不发，不上一书。在同朝为官人的眼中，徐阶从一个努力工作的臣子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我相信此刻徐阶的心中是悲愤的，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？如今的天下已然已是严家的天下，严嵩从来都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股势力。他们有严世蕃，有陆炳，有裘鸾，还有数不清的门客和贿赂过他们得道升天的大小官员。徐阶呢？靠什么和严嵩去斗？靠这几篇青词，还是那些官职不高的同学们呢？徐阶的好日子到头了，新来的上司待他远远不如前几任老领导，他只能上书皇帝，希望调离吏部。他回到了仕途开始的地方翰林院，任掌院学士，具体工作就是教导科考中的精英庶吉士。徐阶上任后，立刻定下了严格的标准，要求庶吉士以君子之道立身，要读历史，识时务，并且每月设有考题。当时的徐阶并不知道，他的这次经历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，甚至改变大明帝国的走向。时间拨回到1年前的科举，一名来自湖广荆州的少年技惊四座。在20年之后，他将用其毕生所学拯救摇摇欲坠的王朝。嘉靖27年，这个少年来到了翰林院，也成为了一名庶吉士。他的才思之敏捷，还有那无与伦比的气魄，徐阶十分惊讶。
他看着吏部呈上来的花名册，上面写着这个少年的履历：嘉靖26年科举2甲第9名，张居正。徐阶越发的深沉了。翰林院的工作远没有吏部繁忙，教学之余，徐阶开始发愤图强，撰写青词。被排挤不要紧，只要得到皇帝的信任，他将再次回到熟悉的政坛。不出所料，嘉靖很喜欢徐阶，在他的眼里，这个身材短小的人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严阁老。但他和严嵩不同，这个人的水平要比严嵩高得多。嘉靖28年，徐阶改任礼部尚书，仍监掌翰林院。他刚上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，皇太子死了，他作为礼部的堂官，负责主持丧事，事情办得很好，既符合礼仪规范，也符合王朝的需要。嘉靖更欣赏徐阶了，这个人有能力，而且办事勤快，又会写青词。嘉靖赐给了徐阶飞鱼符，让他直接在西院办公，伴其左右。此时徐阶已经在皇帝的心中有了一席之地。从夏言被杀到深得皇帝信任，徐阶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。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在隐忍着，他看着严嵩府上迎来送往的宾客，这个可怕的政治群体一天一天的壮大着。可他毫无办法，他只能继续忍耐，积蓄力量。东宫的同门，吏部的经历，皇帝的信任，这些还不够，他要等到足以和严嵩正面对决的那一天。但这一天似乎来得有些突然。嘉靖29年，朝政在严嵩的治理下已经荒唐到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地步。接下来的一件事会将这个帝国的所有问题暴露在全天下人的眼前。那是一次屈辱的战争，史称庚戌之变。嘉靖29年6月，蒙古俺答率兵进攻大同，总兵张达战死。紧急的军报立刻传回了北京，朝廷需要立即派遣一位大将守戍边关，同时传达了蒙古人来犯的真实意图，开通贡市。所谓贡市，即向明称臣纳贡，而后允许外国商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。由于当时明廷与蒙古的这种贡市关系并不稳定，俺答汗为了对付瓦剌，迫切地需要明朝的农业及手工业产品，但明廷害怕土木堡之变重演，加以拒绝，并杀来使。于是蒙古俺答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，想借此逼迫明廷就范。内阁审议着军情，现在需要立即派遣个人过去顶上空缺。首辅严嵩想起了自己手中的大将，现在还复职在家的咸宁侯裘鸾。但当裘鸾提马上任大同总兵之后，亲眼看着数以万计的蒙古铁骑之时，他胆怯了。作为严阁老的义子，他深得真传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官帽子最重要。他想出了个绝妙的办法，蒙古人一是抢东西，二是让朝廷签协议。签协议我定不了，东西直接给就是了。他派了手下的亲信贿赂蒙古人，让他们不要打大同，去打其他的地方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自己的官位保住了，说不定还可以向朝廷请功，打退了蒙古人。不出所料，俺答退了。就在裘鸾沾沾自喜地写着请功表文时，前线的将士带来了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消息：蒙古人的确退了，去抢别的地方了，但是他们去的是北京。嘉靖29年8月14日，俺答一路东行，来到长城古北口附近。虽然明军奋力抵抗，但俺答兵分两路，从西线包抄明军，大明长城守军一路溃败。至此，蒙古以行军至怀柔、顺义，在北京周边一道烧杀劫掠，惨不忍睹。最后，他们在通州停了下来。此时的蒙古人十分不解，他们这一路太顺了，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，而且现在距离京师只有20余公里，眼看就可以攻破这紫禁城。这大明朝为什么还不出兵呢？俺答并不想攻城，他只有2个目的：抢劫，还有逼迫大明签下朝贡的协议。明廷并不是不想出兵，而是无兵可用。据史料记载，兵部尚书丁汝奎清点了京师的人马，号称5万之人的大军，一半为老弱病残，另一半则是大臣之家的义士，战斗力极差，实际可用的兵不过2-3千人。听到汇报的嘉靖慌了，他的偶像可是汉文帝，他不想做亡国之君。
所以他立即放下了手中的弹药，飞书各路总兵，让他们速速勤王，保卫京师。8月18日，诚惶诚恐的裘鸾带领着大军第一个赶到了。嘉靖可并不知道，如今的局势正是由于他的通敌叛国造成的。现在的裘鸾可是救驾有功，他立即被封为平鲁大将军。可由于来得太快，舟车劳顿，粮草并不充足，战斗力大打折扣，但兵总算是来了。嘉靖召开了内阁会议，商讨如何退敌。他问严嵩，眼下的事情该怎么办？严嵩说道：所此抢食贼耳，不足患。意思就是一群恶狼罢了，抢完自己就走了。此时的蒙古人已经兵临城下，在北京周围烧杀劫掠数天。皇帝问你如何退敌，你说无所谓，真应了明史的形容，无他才略，一意昧上。在严嵩的大脑里是没有国家社稷天下苍生这个概念的。蒙古俺答杀了多少人，抢了多少财，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毕竟蒙古人又不会真的攻城，共事什么的答应就好了。他在乎的只是他严家的权势，还有他的官位。这时，一个平常不为别人在意的人发言了：临城驻扎，杀人如一尖草，怎止成饥饿之贼？没有人让他说话，这是他的主动发言。他在赌坐在龙椅之上的道士还是一个皇帝。事实证明，他赌对了。嘉靖看着徐阶，赞许的点点头。他问严嵩：供书呢？严嵩回道：这是礼部的事，推卸责任。同时，这也是严嵩对徐阶的试探，试试这位想要挽救危局的人有没有成为自己对手的资格。徐阶立即回道：敌寇深入，不答应便会激怒他们，如果直接答应，有失国体，应该与敌周旋，等待援兵。徐阶与严嵩站在了对立面上，这是他自嘉靖9年之后再一次与内阁首辅战斗，而这一次是在皇帝的眼前。徐阶还需要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，那就是如何才能与敌周旋。他对嘉靖说道：这蒙古的文书只写了汉字，没有蒙文，这并不符合两国外交的礼仪。咱们可以表面答应，但是需要重写，并且退到长城以外。倘若退了，万事大吉；如果不退，这段时间我们的兵马也休整好了，可斩尽来犯之敌。徐阶抓住了别人没发现的细节，加以利用。嘉靖大喜。在如此重要的危机时刻，严嵩作为首辅说的是满嘴荒唐之言，而徐阶却给出了具体的退敌之策，两者的对比过于鲜明。严嵩突然发现，这个曾经的下属比夏言更加的强大，因为他懂得逢迎胜义，且不失风骨。严嵩自然不甘示弱，这种风头可不能让他徐阶一个人占了。严嵩立刻说道：眼下中外臣民之所望是陛下视朝，既可安定天下，拨乱反正。皇帝很满意自己的臣子，嘉靖最终采纳了徐阶的缓兵之计，开始了属于两国的外交。战争被徐阶拉到了文字上，当大明的兵马越来越多，俺答才发现自己被大明耍了，准备退兵。眼见局势缓和，无论是为国还是为了帝王的尊严，嘉靖下令兵部尚书丁汝回追击敌寇。庚戌之变逐渐走向了尾声。事后，丁汝回因为听信了严阁老不必追敌，天子脚下一旦战败无法掩盖的建议，成为了严党的替罪羊。此次战役，蒙古俺答所到之处狼藉一片，他们在大明皇帝的眼皮子底下烧杀抢掠，无人可挡。株洲县官府所报残掠人畜200余万，这次明廷少有的屈辱被永远地写在了史册之上，警醒后人。徐阶终于在帝国的中心展现了自己的才能，在危难之际，他秉承着信念，傲然于天地。但庚戌之变真的就此结束了吗？通敌叛国的裘鸾，被抢风头的严阁老，这些人又将和徐阶展开怎样的斗争？就让我们在下一期再讲述吧。臣等万死难安呐！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您喜欢，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。